如果告诉你，实际上你当前所处的位置正位于一个宇宙级黑洞的内部，你会作何感想？这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设想，但最新的科学观察及推论正悄然挑战我们的根本理解。这些被称为黑洞的怪物，其引力之强大几近无限，常被视为宇宙中最神秘、最偏离直觉的现象之一，仿佛是宇宙自然法则的一个巨大例外。然而，基于韦伯太空望远镜最新观测数据的系统分析，得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甚至颠覆性的结论：这些曾被认为是死亡与终结象征的引力巨兽，可能反而更适宜生命存在。而更大胆的推测则认为，我们的整个宇宙或许就是出生在某个超大质量黑洞的内部的。那不禁会追问，韦伯究竟看到了怎样的细节？这些前所未有的深空图像与数据究竟揭示了哪些过去从未触及的宇宙真相呢？我们是不是真的早已身处一个宏观黑洞之中呢？从星系的旋转方向到宇宙背景辐射的细微差异，是否一切都在暗示着我们早已置身其内而浑然不觉呢？倘若这些最新的观测结果成立，那么它们对我们现有的宇宙模型将产生怎样的冲击呢？我们对宇宙起源、结构甚至未来命运的理解是否必须被彻底重写呢？接下来的内容将带你踏上一段穿越科学与哲学边界的思维之旅，请务必看到最后，与我们一同揭开这场融合天文学、相对论与量子物理的宇宙谜团背后的潜在真相。在宇宙某些遥远而又神秘的角落，我们熟悉的物理规则不再适用，那些支撑我们日常经验的逻辑与常识在那里统统崩塌瓦解。在这些区域中，极端的引力不仅能够将恒星撕裂成尘埃，还能扭曲时间与空间本身，形成所谓时空起点，将一切物质乃至信息吞噬殆尽，毫无逃生之路。那么不得不思考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黑洞为何会拥有如此无可匹敌的力量呢？究竟是什么机制让它们拥有摧毁一切的引力统治力呢？一个看似空无，甚至连光都无法逃逸的区域，如何能扰乱其周边亿万公里范围内的天体轨道乃至整个星系结构呢？这背后的物理机制仍然充满未解之谜。我们真的能够确认一个黑洞的引力足以彻底改变其周边的宇宙秩序，甚至成为创造与毁灭共存的宇宙引擎吗？科学对此已经有了越来越多的实证。实际上，黑洞之所以在大众认知与科学界中广为人知，主要源于它那令人震撼的核心特性：吞噬一切靠近它的物体，无一例外。一旦任何物质接触到黑洞的事件世界，即那条代表生还希望终结的无形边界，它就注定无法再逃逸出来，不论它原本的速度或性质如何。在穿越这一所谓的宇宙死亡边界之后，不仅连光也无法逃脱，就连时间的概念本身也可能崩塌，使得物体永远地与宇宙其余部分隔绝。所以不论是有形的物质、无形的信息，还是宇宙传播最快的光子，一旦陷入黑洞之内，就将被彻底掩埋于其深不见底的引力井中，再无返回之可能。之所以形成这种极端现象，是由于黑洞拥有一种近乎匪夷所思的物理特性，它们将数倍乃至数十亿倍于太阳的质量压缩进一个微小空间中，形成一种密度接近无限的结构。这种前所未有的引力强度使得黑洞周边形成了一片物理禁区，在那里没有任何已知力量可以阻止物体被吸入其深渊之中。为了让我们更直观地理解黑洞引力的恐怖程度，不妨通过一个具体的例子来进行说明。以一个质量等同于太阳的黑洞为例，其事件世界，也就是光无法逃逸的半径，仅有区6公里，这相当于一个中等城市的地理跨度。而作为对比，我们的太阳的直径约为140万公里，也就是说，这一黑洞是将如此巨大的物体压缩至比市区还小的尺度之中。由此推计，如果我们将地球压缩成一个密度足够高的天体，使其成为一个黑洞，它所占据的空间甚至不如一颗普通弹珠大。理论上，一个质量等于地球的黑洞，其半径将不足2厘米，也就是说，这样的宇宙怪物竟可小至可以放入口袋之中。然而，这只是理想化模型中的计算结果，实际存在的黑洞规模远远超出了这些袖珍设想。
现实中的黑洞，特别是那些存在于星系中心的超大质量黑洞，其质量远远超越人类日常经验的理解范畴，甚至达到令人震撼的宇宙级别。这个我们所熟知恒星的代表，多者甚至达到其质量的1000万倍乃至数十亿倍，仿佛是整个恒星系统被压缩进了一个隐形的重力井中。以 TON 618为例，这是一个位于猎犬座方向的类星体核心区域中发现的极端天体，它所包含的黑洞质量之巨大，几乎接近人类可观测宇宙中黑洞质量的理论极限，为我们描绘出一个前所未有的宇宙尺度参照。TON 618的中心黑洞，其估算质量高达约660亿个太阳质量，这不仅远远超过银河系中心的黑洞质量，也让我们意识到，在宇宙的极深处确实存在着如此荒诞而巨大的天体，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对现代物理极限的一种挑战。需要指出的是，人类对黑洞的系统性研究其实起步并不久，直到20世纪中叶，黑洞还仅仅存在于数学方程与物理假设中，缺乏直接证据支持。直到1967年，著名理论物理学家约翰·惠勒首次正式提出黑洞一词，用以描述这种在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中自然出现但极端到令人难以接受的宇宙结构。从那时起，科学界才开始积极寻找这些极端天体的实证证据。随着望远镜分辨率的提升和计算模拟能力的增强，天体物理学家们终于得以通过观察恒星轨道扰动、喷流活动与 X 射线辐射等间接迹象，反复验证了黑洞确实存在，并能够影响其周边数光年范围内的天体系统运行。然而，真正的历史性突破发生在2019年，这一年标志着人类首次亲眼目睹了黑洞的轮廓，其意义堪比伽利略第一次用望远镜看到木星卫星的那一刻。利用由全球多个射电望远镜组成的世界望远镜 EHT 协作项目，天文学家首次拼接出黑洞的直接图像，让我们第一次得以以视觉方式接近这个长期处于理论边缘的宇宙深渊。这张引发全球轰动的黑洞照片，也随之引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在黑洞连光都无法逃逸的前提下，我们究竟是如何做到看到它的呢？换句话说，我们如何才能成像一个本质上不可见的天体呢？一个自身并不发光，也不会反射光的物体，又如何能被摄影设备捕捉呢？毕竟，如前所述，黑洞强大的引力使其具备吞噬一切的能力，包括光本身。因此，它没有可供传统望远镜捕捉的图像，更像是宇宙中一个隐藏的暗影陷阱。幸运的是，虽然黑洞本身无法被直接观测，但围绕它的吸积现象却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可视窗口。进入黑洞的物质在穿越事件世界前，往往会经历剧烈的压缩与加热，从而释放出强烈辐射，这成为我们观测黑洞间接证据的关键所在。特别是那些高速自转的黑洞，往往被一圈明亮而致密的吸积盘所环绕，这是一种由高速旋转气体与尘埃组成的圆盘状结构，物质在强引力作用下不断向内螺旋，逐渐靠近黑洞。可以形象地理解为，这个吸积盘是黑洞进食的前奏阶段，所有最终将被吞噬的星际物质都会在这里被集中、加热，并释放出巨量能量。更精确地讲，吸积盘中的物质在靠近黑洞时会被剧烈加速，达到接近光速，并因强大引力场而产生极端的光学蓝移与压缩，使这些区域成为宇宙中最亮、最热的天体结构之一。这些被剧烈加热的等离子体在吸积盘中高速摩擦，并与磁场相互作用，最终沿黑洞自转轴方向喷射出双向的等离子体流，也就是所谓的相对论性喷流，其长度可达数十万光年，甚至贯穿整个星系，进入星系间的介质区域。正是因为这种强烈辐射源在黑暗背景中极其醒目，才使得2019年由世界望远镜项目提供的首张黑洞图像成为可能。它以光学方式首次为黑洞的真实存在提供了直接、可验证的证据。当然，这种观测方式与我们日常使用的光学相机有本质差别。EHT 并非使用普通镜头，而是通过遍布全球的射电望远镜网络协同观测，并利用一种称为甚长基线干涉测量 VLBI 的技术，将整个地球当作一台巨型望远镜使用。换句话说，
如果我们的肉眼具备 EHT 那样的解析能力，我们将能够在几千公里之外识别一个硬币，甚至观察手掌上的单个分子，其分辨率之高，几乎超越人类器官的生理极限。当然，普通人眼不可能达到那种程度的解析度，因此我们只能依赖精密设备所收集的数据。而这些数据则揭示了 M87 星系，一个位于室女座的巨大椭圆星系，其核心存在着一个活跃而庞大的黑洞，并呈现出我们史无前例的清晰图像。M87 位于室女座方向，距离我们所在的银河系大约5500万光年，是一个体积庞大、结构复杂的椭圆星系。而那张2019年发布的图像正是展示了该星系中央超大质量黑洞所产生的明亮发光环与中心黑色阴影区域，后者就是黑洞轮廓的真实物理体现。更科学地说，这一图像并非展示黑洞本身，而是呈现了围绕黑洞旋转的吸积盘发出的强光，在极端引力场中产生了显著的引力透镜效应，这些光线在穿越扭曲的时空时发生弯曲，从而形成了我们所见的圆环状结构，这代表着光线在被完全吞噬前的最后一刻所留下的身影。环绕黑洞阴影的光环由高温等离子体构成，其发出的辐射在接近黑洞时被自身的引力场强烈扭曲，如同经过一个宇宙尺度的透镜，使得本应直线传播的光弯曲绕行，最终形成我们所看到的发光轮廓。更重要的是，这一图像不仅具备视觉震撼力，更提供了丰富的科学数据，使研究人员首次能够直接推算出该黑洞的质量、尺度与吸积特征等关键物理属性。以M87黑洞为例，通过图像解析与引力模型拟合，科学家测定其质量约为65亿倍太阳质量，巩固了我们关于超大质量黑洞在星系核心广泛存在的理解，并为验证爱因斯坦广义相对论提供了重要实验支撑。不过请稍作停留思考，如果黑洞真如我们所描述的那般具有毁灭性，足以吞噬光线、压缩时间、撕裂恒星，那么为什么我们会在几乎每一个星系的中心都发现它的存在呢？为何它们没有将整个星系瓦解成碎片呢？换句话说，这种超大质量引力怪兽难道不应该立刻摧毁它所在位置附近的所有恒星、行星与尘埃结构，使得整个星系不复存在吗？但观测事实却并非如此。实际上，研究已经证实，绝大多数甚至可能是全部大型星系，其核心都存在一个超大质量黑洞。这些黑洞不仅没有摧毁周围结构，反而可能是星系形成与稳定的关键动力源，其引力在维系恒星轨道与星系悬臂结构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要理解这一现象，我们必须澄清一点，在黑洞的事件世界之外，也就是未被引力完全锁死的区域，黑洞在引力作用上就如同其他大型天体，比如恒星或行星，其引力遵循牛顿与爱因斯坦的物理定律，因此不会造成异常破坏。这意味着，如果处于合理距离，其他天体可以稳定地绕其运行，正如地球围绕太阳一样。我们自己的银河系也同样遵循这一宇宙规律。在银河系中央隐藏着一个名为人马座 A 星号的超大质量黑洞，它距离太阳约 2.6 万光年，质量大约是太阳的415万倍。虽然它长久以来处于射电辐射观测范围内，但直到最近，我们才真正有能力使用世界望远镜将它的轮廓拍摄下来。这一历史性突破发生在2022年，EHT 项目再次整合全球资源，成功捕捉到了人马座 A 星号的图像，为我们提供了继 M87 之后的第二个直接黑洞影像，也再次验证了广义相对论在极端天体环境下的预言。图像中，我们依然能看到类似于 M87 黑洞的光学特征，一个明亮的发光环围绕着一个幽暗的核心阴影。这不仅为我们提供了银河系中心却有黑洞存在的决定性证据，更重要的是，它也揭示了这个黑洞与周边等离子体和磁场之间复杂而动态的相互作用，为未来研究黑洞环境的能量机制打开了一扇新窗。在我们对黑洞日益深入的理解中，一个惊人的假设逐渐浮现：我们所处的整个宇宙是否本身就是一个更大宇宙中某个黑洞的内部呢？这不仅是一个充满哲思的问题，
更是现代宇宙学与量子引力理论所面临的前沿课题。尽管我们已能观测黑洞的周边现象，并从中推导出其基本特性，但一个至今仍无法绕过的问题持续困扰科学界：黑洞内部的真实物理状态究竟是什么呢？当一个物体穿越事件世界后，它会经历怎样的命运呢？黑洞之中到底藏着怎样的结构呢？这些问题的答案尚未揭晓，但却牵动着我们对时空、物质与信息本质的全部理解。目前的科学结论很坦率，我们并不知道黑洞内部的真实情形。所有理论推演在穿越事件世界之后都面临巨大的不确定性，而现有的实验手段又无法穿透这一天然屏障。在传统的广义相对论框架中，黑洞的核心被称为起点，这是一个密度趋于无穷、体积趋于零的点。在那里，时空曲率无限大，所有物理定律，包括我们赖以建立模型的引力、量子场理论，都将彻底失效。不过，越来越多的科学家认为，所谓起点并不是一个真实存在的物理对象，而只是我们的理论在极端条件下无法自洽的结果，说明我们仍缺乏一种能够整合宏观引力与微观量子的完整理论框架。更具前瞻性的理论认为，黑洞中心可能并非真正的起点，而是一个高度压缩的量子结构，其中空间和时间的连续性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量子泡沫般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下，传统意义上的位置与时间将失去定义，进入一种尚无经验基础的物理图景。为了理解这种极端环境，诸如弦论与圈量子引力等新兴理论正尝试从根本上重新定义时空结构，期望建立一种兼容爱因斯坦引力论与量子力学的统一场论。然而，尽管这些理论在数学上颇具吸引力，但它们仍缺乏直接的实验证据与全面验证。归根结底，由于事件世界具备单向屏障的物理特性，任何信息一旦穿越就无法返回，因此我们无法通过直接观测得知内部真相，这使得黑洞内部成为现代科学中最深邃、最不可触及的谜题之一。正因如此，黑洞内部所隐藏的宇宙机制或许将永远处于观测与实验的盲区，仅能依赖间接推演与理论建构，成为物理学最令人着迷也最难以验证的领域。除非有朝一日，我们能够突破物理极限，开发出可穿透事件世界的信息机制，否则我们对黑洞内部的想象仍将停留在假说与数学模型之间。值得强调的是，关于宇宙可能处于某个巨大黑洞内部的设想，并非科幻小说式的猜想，而是由多个严肃宇宙学模型所支持的可能性，在理论物理界已引发广泛讨论。这一思路的重新兴起，很大程度上源于韦伯望远镜提供的新一批高精度观测数据，其揭示出的星系分布与旋转方向等信息，引发了科学界对宇宙整体结构起源的新一轮反思。为深入探讨这一黑洞宇宙假说，堪萨斯大学天文学家利奥沙米尔及其团队对韦伯望远镜观测到的 JAIS 深场中的260多个早期星系进行了系统分析。这些星系因其遥远而古老，代表了宇宙演化最初阶段的结构特征。在这些观测数据中，研究人员发现一个难以忽视的异常：绝大多数星系展示出相同的旋转方向。这种显著的不对称性不仅挑战了我们对宇宙大尺度均匀性的假设，也可能暗示宇宙在诞生之初就拥有一种宏观方向性。统计显示，约有2/3的早期星系呈现出顺时针旋转，而仅有1/3逆时针旋转。这种2:1的比例偏差，在一个理论上应当各方向均匀分布的宇宙中是极不寻常的，远远超出了观测误差所能解释的范围。那么，为什么星系的旋转方向分布会如此关键呢？因为在一个没有绝对参照系、没有整体方向性的宇宙模型中，星系旋转方向理应是随机而对称的。从理论层面而言，答案看似直接，却意义重大。在标准宇宙模型中，宇宙的初始条件应当是各项同性的，即无论朝哪个方向观测，其大尺度统计性质应保持一致。由此推断，星系形成的自旋方向应是随机分布的，没有任何优先方向。然而，当真实观测结果与理论预测发生严重背离时，我们便必须重新评估我们的宇宙学假设，
是观测方法存在偏差，还是宇宙的起源隐藏着我们尚未理解的物理机制呢？一种较为保守的解释是，观测本身可能存在系统性偏差，比如图像处理算法或仪器灵敏度在某种程度上放大了某个方向的星系特征。更具体地说，某些星系因其相对于我们的运动方向而在光谱上发生蓝移或红移，从而使顺时针旋转的星系在图像中显得更亮，更容易识别。这种由多普勒效应引起的视觉偏差，可能在不经意间改变了我们对整体旋向比例的估计。这类视角偏差可能导致统计数据中某一旋转方向的星系被放大，进而得出一个偏离实际分布的错误结论。但即使考虑了这类误差，仍有部分异常难以用测量误差完全解释。更大胆也更令人激动的假设指出，这种宏观旋向不对称性可能源于我们宇宙本身的诞生机制，它可能起始于一个原始的旋转黑洞之中。在这种设想中，黑洞的自旋轴赋予了整个新生宇宙一个偏向性，自然导致星系的旋转出现偏向。这一理论框架在史瓦西宇宙模型中得到了发展。该模型基于广义相对论的史瓦西线，认为一个黑洞的内部区域可能不是终点，而是通往一个婴儿宇宙的门户。也就是说，我们的整个宇宙可能就是某个更高维度母宇宙中的一个黑洞内部。在这一视角下，每一个形成的黑洞都可能成为孕育新宇宙的子宫，其中的旋转方向与初始条件将成为该子宇宙中的基本结构偏向，从而留下宇宙旋向偏差这一可观测的遗迹。当然，尽管这一理论具有美学吸引力和解释力，目前的天文观测数据尚未对其提供直接证据，因此这一模型仍处于理论建构阶段，等待更多来自深空观测与宇宙微波背景数据的支持。尽管种种猜测尚未尘埃落定，但这些引人入胜的理论不断挑战我们对宇宙本质的理解，也让我们得以窥见在黑暗深空之中可能隐藏的更高层次的宇宙结构。最终，那令人困惑的黑洞之谜，它究竟是终点还是起点呢？是吞噬者还是孕育者呢？或许其真正答案就蕴藏在我们这个宇宙本身的结构中。我们每一次仰望星空，每一次探索宇宙边缘的行为，都是在试图回答那个终极问题：我们来自哪里，又要走向何方呢？感谢您的观看。在这段视频中，我们一同穿越了从黑洞事件世界到宇宙结构起源的惊人想象。我们还无法彻底解开黑洞的谜团，但我们已迈出了理解宇宙本质的重要一步。